香港宏福苑的一场大火，烧掉的不是外墙，而是整座城市最后的制度幻觉。香港早已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中共的一个直辖城市。看向山顶，豪宅灯火通明，买家70%是大陆人；再看向监狱，人满为患，被关的都是香港人。大陆人住香港豪宅，香港人住香港牢房。这座城市已被撕成了两个世界。然而政府变了，香港人没有变。在大埔地铁站，市民自发悼念，互相接力献花。而这场大火也是一支直射台湾的警报弹。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绝不能走上的明天。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香港的宏福苑大火之后，有港人提出支援灾民、独立调查、审视监管、问责官员的4大诉求联署，结果发起人被火速拘捕。对港共而言，好像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演变成动乱，必须立刻扑灭。当局越想晋升，港人就越不肯沉默。接力联署随即在全球展开，短短的时间内签名就已经破万。4大诉求换不回真相，发起人被捕，换不回公道，反而更清晰地证明香港早已不是当年的一国两制，而是完全落入中共直辖统治之下。在所谓爱国者治港的框架里，会出现什么样的香港？答案其实早已浮上水面。如果站在太平山顶往下望，香港的夜景依旧璀璨，只不过那一盏盏亮着的豪宅灯火已经不太像是香港人的生活轨迹，更像是大陆买家的度假标配。据关键时刻报道，香港的房地产现在卖得非常火爆，在全世界豪宅里面卖到第6名。问题是买的人都是中国人。据统计，2025年1月到5月，所有1亿港元以上的豪宅交易中，大陆的买家占了70%，还有一些人一出手就是3.5亿港元的大别墅。大陆的这些富二代、官二代、新权贵们住在山顶、九龙塘和浅水湾的豪宅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香港的监狱竟然是爆棚。香港监狱现在竟然关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人。根据香港惩教署的数据，光是反送中那一年，也就是2019年，就抓了1万多人，而且是未审先关。现在还有3000多人还在里面，2000多人已经被定罪，剩下的1000人左右仍在审讯或等待审讯。反送中之后，香港进入政治案件时代，大量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和青年学生面临政治拘留常态化，他们被控煽动、颠覆等罪名，候审期动辄10到20个月，被拒绝的保释率高达90%。香港跟大陆已经没有分别，只剩一条线之差，那就是香港抓人你还知道，大陆抓人你已经完全不知道了。这座曾经以自由闻名的城市，如今成了高度对比的两个世界。香港的豪宅灯火通明，中国人住；香港的监狱人满为患，香港人蹲。豪宅越来越贵，牢房越来越挤。一边是大陆买家在半山豪宅开香槟，而另一边却是香港青年和异议人士在铁窗后度日如年。香港已经不是现在香港人的香港。香港人的城市怎么变成了自己的监狱，别人的天堂了？真正的香港或许还在那些被审判、被拘押、被晋升的香港人的心中，这就是香港今日最残酷的现实。接下来说一个对大家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一直在推荐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非常受欢迎，常常卖断货。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他的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身体和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以后，他2个月没有服用，而他长期睡眠不足，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由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
红海参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再有10%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液，做成了口动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我建议趁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政府变了，但是香港市民没有变，香港永远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连日来，有络绎不绝的香港市民来到大埔悼念火灾遇难者，不少的花店自发地向市民免费地提供悼念的鲜花，街头也出现了义工向路人分发悼念逝者的鲜花。大埔区的地铁站更是出现了感人的一幕。有影片显示，在大埔地铁站内摆放有免费自取的悼念鲜花，但很多人都会放钱在纸箱里。免费的鲜花取完了，还有不同的市民将鲜花补充上。香港人的善良和高素质再一次获得了外界的称赞。网友对此纷纷留言：我们香港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但是真的要多多称赞香港的年轻人。香港人还是有素质的，以前以为大陆会越来越像香港，现在来了位开倒车，要把香港变成像大陆。香港再见，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香港，愿台湾不要成为香港的后尘，愿荣光归香港。只要人性良知还在，香港就还有救。祝福香港，香港加油！香港大埔鸿福苑7座大楼的烈焰，烧掉的不只是外墙，还有香港制度的最后幻觉。官方一句意外敷衍，却掩不住156条生命的血光。香港人明白这是人祸，这场大火已经成为香港由盛转衰、由自由走向高压的注脚。鸿福苑这个40年楼龄的老屋苑，本该靠政府规定的强制维修来续命的。按理说，花钱补漏、提升安全是再正常不过的民生工程，但这笔高达3.3亿港币的巨额项目，最后却被搞成了一场披着工程外衣的死亡陷阱。本该保障安全的强制维修，被变成高收费、低品质的利益游戏。居民每户被迫掏出16到18万元的港币，原以为能买到安心，结果换来的却是把生命推向活口的豆腐渣品质。花大钱修的不是家，是灾难的导火线。可悲的是，居民们早就发现了铺满外墙的绿色围网极易燃烧，工人还在里面吸烟，乱丢烟头。居民们早就担心火从天降。根据当地媒体披露的采访和录音，鸿福苑的业主代表在火灾发生之前，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遍访了所有的现存投诉管道，承建商、房屋局、消防、劳工局、管理公司等等。结果等来的回应只有沉默、拖延、装死。就在大火发生前不久的10月底，中环的移动商厦也发生了类似的围网起火事件。幸运的是，当时是假日，没有人伤亡。鸿福苑的居民拿着这个前车之鉴，质问政府部门，担心他们的家园会不会重蹈覆辙。但官员依旧对这种事情冷眼旁观。居民不是没有自救，他们只是投诉无门，等啊等啊，最终等来的就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为什么居民的呼声会被完全淹没呢？多方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制度崩坏的恶果。为民请命的民主派议员被清算，大多数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流亡海外。苹果日报等敢揭露黑幕的媒体被关闭，议会制衡和媒体监察的机制同时崩塌。
意味着政商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利益输送关系从此被深埋在黑暗之中，无处曝光。一个有权无责的管制黑洞，工程贪腐，制度失灵，在空气中疯狂地滋生，直到夺命的火光燃爆这一切。居民付了最贵的维修费，换来的却是最致命的后果，花钱修楼，结果把命烧没了。大火后的香港依然冰冷，官方的态度不是人命关天，而是政治正确，不是追责，而是追谁抹黑政府。明明是维网先着火，他们偏说是棚架问题。当局不愿承认维网的品质问题，是因为这些材料和相关的检测报告都来自大陆。如果承认维网不合格，将牵连出中资供应链和黑心利益网，并打击中国制造的声誉。因此，维护这条比北京关系密切的利益链，似乎比追究人命的责任更为重要。更令人断肠的是，亲人都烧没了，家园失去了，这些痛苦还不够，灾民还得承受国安法的无形压力，不敢讲真话，害怕因言获罪。民间在自发救灾，政府却忙着驱散人群，大火刚灭就把志愿者都赶走了。随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更是立即发表声明，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行为。隔了几天，声明再次升级，反中乱港者虽远必诛，只要触碰法网，无论是躲在国外还是藏身台湾，都一定会被严惩。恐吓的意味浓厚，还提到了台湾，感觉是对台湾也想长臂管辖。一场明明源自制度崩塌的人祸，如果谁敢发生质疑，就会硬生生地被扣上反中乱港的政治大帽子。香港当局的优先顺序也因此暴露得一清二楚，政权比人命重要，维稳比真相更急。在这种政治空气里，异议声音被消音，敢讲真话的人是越来越少，连普通的市民都学会了自我审查，开口前都得默背一遍会不会坐牢的心中剧本。真正的灾难不只在火场，而是在那场笼罩整个城市的沉默。自由被恐惧掐住了喉咙，这才是香港最深的集体伤痕。香港的这一场冲天大火，不只是悲剧的火光，更像一支直射台湾的警报信号弹，亮得刺眼，警得入骨。当的民众陷于恐惧与悲愤的时候，两位移居台湾的香港人在士多猫 TV 频道发出了沉痛的呼吁，请以香港为鉴，坚决抵抗中共统治野心。香港人的呼声正是从废墟与苦难里提炼出来的警告，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共对台湾的企图不是一句统一的政治口号，而是要将台湾纳入与香港今日一样的治理体系，一个没有问责制、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人人自危的体系。当一个民主社会的制度性制衡被抽空，整套保障也会随之瞬间瓦解。香港今天的境况，就是台湾未来最不该踏进的示范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